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阿尔伯特在游戏中的实际表现和抽取建议。不得不说，银与血真的是一款需要实测后才能真正了解技能的游戏。若只是观看技能描述，是看不清全貌的，甚至还很容易会被误导。首先是关于阿尔伯特特性回血量的猜测，和之前猜测的回血量基本相符，频率都是每秒恢复1%阿尔伯特的最大生命值。比起当时猜测的5秒恢复一次5%生命值，现在的每2秒恢复2%生命值的效果其实会更强，因为回血间隔时间短，可以回得更快更及时，完全不会有待机时间。不过，由于这个被动回血是被放在特性上的，所以就无法再透过升级来提升技能效果，只能依靠提升阿尔伯特的生命值来增加回血量。接下来是阿尔伯特的战绩，这个就有点大幅度超越我的预期了。不仅3次攻击就可以发动，回血的数值还来到了600%之多，整整是伊甸娜的2倍，真不愧是敲钟人，水平就是不一样。阿尔伯特白银水雾需要的升级时间和范围成长也和猜测的差不多。普攻3秒一次，9秒发动一次战绩，白银水雾从等级1升到等级4，最大范围大概只需要30秒的时间就可以完成，这个时间还算快，完全可以接受。这代表阿尔伯特的禁疗其实也很好生效，只是考虑到那触发的条件，禁疗的8秒持续时间是有点短了。这8秒的时间刚好也是阿尔伯特后水的持续时间，这是阿尔伯特自己在克制自己了。对技能猜测误判比较大的是阿尔伯特的奥义。原本以为他会先为白银水雾范围所在的友军治疗，添加可以持续恢复生命的后水效果后，才对奥义指定范围内的敌方添加减益。但却没想到这2个效果是连在一起释放的，这是我的理解错误了。阿尔伯特的治疗、添加后水、受伤提升和减疗效果，全部都是在奥义指定的范围内同时生效的。这代表你在使用奥义时，会被迫需要选择去优先治疗己方的眷属，还是优先去为敌方添加减益，很难全都要。这就大大的降低了阿尔伯特的强度，也会让他更加依赖奥义的范围。不过好在阿尔伯特的奥义范围是真的非常大，你依旧可以选择去治疗我方前排，并给敌方前排和中排添加减益，又或者是为我方前排和中排治疗，然后给敌方前排去添加减益。想同时治疗我方和给敌方添加减益还是可以做到的，只是需要牺牲一些可覆盖的范围。另外，阿尔伯特在这种两面被夹杀的场景中也会特别好用。它的奥义范围几乎可以完整的覆盖我方全体队员和敌方的前排，回血和添加减益两不误。最后就是技能没有告诉你的是，当阿尔伯特的水雾射出去后，再重新生成时，是会变回1级的，这个真的是太坑了。这也是变相的增加了阿尔伯特使用奥义的时间成本，让禁疗效果30秒才能发动一次。阿尔伯特的技能会比较推荐优先升级战绩，然后才是奥义，当然这也要看个人的使用习惯。阿尔伯特升级奥义增加的是回血量，而我一般开奥义都是用来增伤，而不是用来回血，所以奥义也就没有升级的必要了。银与血始终还是一款输出大于回血的游戏，回顾以往的游玩历史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很少会专门开奥义只是用来回血的，回血从来都是顺带的功能而已。开限定贝拉是为了增伤，顺便回血；开大仓廪是为了加盾或位移，回血只是顺便；开阿卡贝拉是为了加速回魂，回血也只是顺便。回看那些专门只用来回血的眷属，现在都已经躺在仓库里了。若奎因开奥义只能为自己回血，而不能为队友分摊伤害，他也是一样要躺在仓库里的。所以回血这个功能还是交给阿尔伯的战绩来启动会更好。每隔9秒就发动一次的回血还是可以的，大概升到6级左右就够用了，升10级的优先程度也不高。阿尔伯特装备5级夜鹰，再配合战绩的回血，也有机会让史黛拉反复触发他的战绩。
接下来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的问题：阿尔伯特在主线是否能加入始祖苍岭的队伍？答案是可以，但没必要。始祖苍岭的队伍现在已经很拥挤，贝拉、限定贝拉、奎因几乎都无法替换，唯一能换的就只有残月的眷属。虽然阿尔伯特也能加入始祖苍岭，组成4新月的肉队，但效果并不会比阿加莎好。阿加莎可以直接开奥义把敌人的后排拉走，去减缓我方被攻击的频率，这会比阿尔伯特只靠回血来支持要有用的多了。这是因为现在主线关卡一般都会处于越战的状况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敌人的输出属性一定会比我方的回血能力强。阿尔伯特想要起到作用，就势必要有更高的属性来撑住才行。对比使用阿加莎，阿尔伯特需要更高的投入才能看到效果，所以阿尔伯特是没有必要强行加入始祖苍岭的队伍里的，去2队才是他的归宿。不过，对于比较晚加入的朋友，也可以把阿尔伯特当成是限定贝拉的下位替代，来加入始祖苍岭的队伍里。阿尔伯特的强度当然是完全无法和限定贝拉比的，不过这确实也已经是最接近的替代品了。阿尔伯特虽然没有达到人权的级别，但它还是很有用的。它的作用主要用来当2队的奶爸和拿来当增伤使用。毕竟现在在3队的玩法里，回血和增伤都是很稀缺的，所以阿尔伯特有它的价值在。如果官方没有送，我也会推荐你至少要抽1只来作为对策卡用。比如阿尔伯特在氏族围猎的第4、第5关就很好用，类似这种会每秒损失生命，然后生命低于一定水平又会被眩晕的效果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，这时候阿尔伯特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那么阿尔伯特和史黛拉应该优先抽哪1只？对于无氪玩家来说，2个人都抽1只用来当对策卡就可以了。至于微氪党，则可以考虑每个版本都挑选1只眷属来突破2，拿20红券。如果你是比较喜欢打 PVP 或则要刷分拼版的，那就推荐优先抽史黛拉，因为史黛拉会更需要属性来发挥它的价值。而阿尔伯特现在更多只是用来增伤，顺便回血。阿尔伯特的增伤无关属性，抽阿尔伯特只为了能多回1点血量的性价比也没那么高，所以会更推荐如果要抽就去抽史黛拉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强势，先说好，取悦我，我会。我想遗忘的过去，是我所不。请允许我相伴左右。后方支援，有我涅菲塔利赛。取悦我，我会。身前的敌人，就让我。请允许我相伴左右。身前的敌人，就让我。请允许我相伴左右。又是这里。好，
在无数的可能中和我相遇了吗？也好，就让我们成为彼此的观测对象吧。好，在无数的可能中和我相。